好，我们来画一个老枝干，随意的画一个老枝干哈，从这里下来。来，从这里接上。好，这一个老枝干，随意的画一个老枝干来示范啊，画一个老枝干，然后老枝干这里来长一个嫩枝干，长一个嫩枝干，再画一些叶子，就是老枝干、嫩枝干还有这个叶子一起的这种组合，怎么样去画，怎么去组合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。今天讲的都是干货，都是知识点。好，这里长一个嫩枝干。那我们这个嫩枝干的长短也是很重要的。你看我们这个老枝干是这么长，如果你这个嫩枝干的话，从这里画的话，一样长的话，它就不对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只能把它画短一点了，画短一点，画短一点啊，就这么长。我们不能跟它这个长短都要有区别。你看这里分这一节的，这一节这么短，这一节这么长，这节每一节都要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这里来画一组叶子，这一个枝干出来，这里来一组，中间的这一组可以挨近一点，然后这一组可以拉远一点。好，3叉9顶，一个枝上来3个叉，每个叉上我们要画3片叶子。那我们这边再来一组。好，那这边一边一组，是不是太对称了？太对称了就不好看了。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小的叶子啊，这里画一个小的叶子，然后这些地方嫩芽，你看一下，像这些嫩枝干和老枝干衔接的地方，我们要画一些这种小嫩芽，画一些小嫩芽。也可以画一些这个嫩芽已经生长出来的这种生出来的这种嫩芽，小嫩芽直接用这个胭脂和藤黄和胭脂来画，把它画红一点啊，稍微加红一点。哎，最好不要复笔啊，画2个，再来一个。这边一个，那我们这边再来，让这边来一个，这边2个，这边2个，让这里1个，让它又有一个这个什么对比关系。好，这个枝干的话，这个叶柄的话，最好不要复笔，一笔把它画完最好。你复笔有的时候就画不整了，它就2笔就区分开来就不好看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加上叶子。好，加上叶子，我们加上这一组，我们画这个老叶子啊，老叶子，我们先调这个墨绿色，笔尖蘸这个浓墨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叶子。这一组叶子，我们让它在这个枝干挡住这个枝干哈，挡住这个枝干。好，中间这一片。两边各一片，那这边还有一片。好，我们这一组叶子让它，我们还里面这个枝干为什么要画出来了？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遮住呢，就让它有这种遮挡的关系。有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这边遮挡不住，我们可以画浓一点，画黑一点，让它把这个枝干遮挡。就是这一组叶子，它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把它这样子翻展过来，这种感觉，你们能够想象出来吗？能够想象出这一组叶子的这种感觉吗？能不能想象出来？能不能想象出来这一组叶子的这种感觉？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一组，来还是一样，蘸一点墨绿色，笔尖蘸一点浓墨，然后我们画这一组叶子。这组叶子我们可以画成这种侧面的侧锋啊，直接来侧锋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。那你也可以往这里面勾一下，
然后我们这一片叶子我们可以就画2笔，另外一边我们看不到了，这样子就感觉它这个叶子是一个侧面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这个是中间的一片，然后两边还有一片，两边各有一片，两边这2片还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那这边还有一片啊，这边也是从这里长出来。好，这个是2个组，那这边还有一组叶子，这边还有一组。新鲜虾笔重重的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然后还有一边还有一片，这一片可以小一点、短一点、圆一点。那这一片我们可以长一点，就是每一片叶子我们尽量画出这个不一样的。那这边这一笔这么大，那这边可以大一点。好，这一组叶子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补上它的这个叶茎、叶柄啊，叶柄不是叶茎啊。好，来，然后勾上它的叶茎，用这支勾线笔来勾上它的叶茎，用这个最浓的墨。好，这一组。其实有的时候真正正常正面的叶子就是勾5笔，那有些它是侧面的就不用5笔了。好，这个是一组叶子，这个是一组叶子，然后这一组叶子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个嫩叶。嫩叶是这个3绿藤黄、朱标还有胭脂，画一个小的组合，中间一片，还有一边一片。好，这个是一组嫩叶。那嫩叶子我们也是要勾一下叶茎，我们直接用这个胭脂来勾，不用勾太多啊，随意的勾2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一组大的，一组小的，让它有一个也是一样的，有这种大小的这种组合。然后我们可以这些地方画一些这个嫩芽，画一些嫩芽。画一些小嫩芽，让这个嫩芽有一点这种参差的这种关系。好，笔太干了啊，加点水。中间有很多很密的。好，这里加一个嫩芽，这边也可以加一个小芽包，这也可以加一个，每个嫩芽有一点区别。好，这样子一组叶子就完成。这个又是一组叶子。我们再来画一下，刚刚这一组叶子，我们可以再画一个形式的，来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先画这个老枝干，画一个朝这边的。那这个老枝干，我们待会儿要教这个老枝干哈。想要听这个画老枝干的吗？有没有想听画老枝干的？我现在画的是比较随意的去画啊，有没有想要听画这个老枝干的？
我这里让它有一个小小的扦插。那还是一样，刚刚讲的，你看这条老枝干是这么长哈，这里是这么长，那么这个嫩枝干我们不要跟它一样长，这个杈也不要是这样子相对称一样长，那么这个嫩枝干我们可以画短一点啊。好，从这里来到这里来就这么长的距离，你看每一个距离，这些距离要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安排叶子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来长一组叶子出来，一个叶柄出来，3个杈，这里一杈，这里一杈，这里一杈，3个杈啊。然后这边再来长这里来一组，那这边一组，我们这边可以画2组，这里再可以从这里再长一组出来。那我们长这一组出来，就跟这一组最好不要平行，我们不要把这里画偏一点，它就平行了。我们就往这里偏一点，或者往哪里偏一点，它都不会平行。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块问题，这个长短，每一节的长短要有不同，还有这个枝干、叶柄都不要去平行，然后有这个组合要有多少的这种感觉。你看这个枝出来的这个出向，它是一个 S 型的，我们要有姿态。好，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叶子，来画这一组叶子。叶子画这个老叶子，老叶子还是先蘸这个墨绿色，我们之前调好的这个墨绿色，花青藤黄加墨调成了墨绿色，然后蘸满墨绿色之后，笔尖蘸一点这个浓墨来画这个叶子。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啊，先画这一组。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叶子，中间这一片叶子轻轻下笔，然后重重的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这样子就是一片叶子啊。好，我们一边还有一片啊，这边还有一片，我们可以翘上去啊，长上去可以宽一点啊，长上去也是一样，要一边一笔，一笔大一笔小。给大家讲的时候也是讲的特别仔细，大家应该能够听得明白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片，这边一片我们可以画长一点啊，长一点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然后这2片让它比较近一点。好，这个3片叶子，这是一个组合。那我们再来画下一个组合，画来这里这个枝干出来，中间这一枝通常这个叶子是最大的，那我们把这个叶子要尽量画大一点。侧锋轻轻下笔，然后重重的按下去，然后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个是一片叶子，那么它这个叶子的话，一边还有一片，3片才是一个组合。那这里一片，这个上面还有一片。好，这个是，你看这个叶子，这个是比较凸的，你这个你可以把它画尖一点。所以说每一片叶子你要看一下，稍微要有一点区别，你可以有凸一点，有尖一点，有圆一点，大小都要有一些变化，这样才好看。好，这2组叶子，这2组叶子挨得比较近，那我们把这一组叶子让它远一点点。好，还是一样，轻轻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大，一笔小。其实画这个叶子越画的慢，它越画的不好，但是在为大家示范，所以没办法，要画慢一点。好，一边一片叶子，每一片叶子都是3笔组成。然后这2片我们可以挨近一点，然后我们补上这个叶柄，补上它叶子的下面的这个小叶柄。
好，补上叶柄之后，我们可以勾上它的叶筋，勾上叶筋，然后用这个浓墨还是一样，用这个浓墨来勾，中间一笔，两边各一边一笔，这边两笔，这边一笔，中间一笔，两笔。有的时候可能5笔都勾不到，中间一笔。一片叶子就大概勾5笔就可以，有的时候真正的讲来说是勾5笔，有的时候连5笔都勾不到哈。有的叶子它是侧面起来的，勾不到5笔。好，这个叶子就勾叶筋的时候不要勾得太跳，隐隐约约看得到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这一组叶子完成，那我们再来画。我们给大家示范这个叶子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个姿态画得好看一点。当然，我们画这个大作品的时候，这个叶子它就不可能是这样子，你每一组叶子都能把它的姿态画出来，把它的姿态都表现出来。因为在画大作品的时候，有的叶子是要堆在一起的，就不可以，就是有一些跳出来的叶子，你就要去特意的去表现它的这个美。就是没有跳出来叶子，你还是要根据这个画面密的地方让它很密，然后稀的地方你才跳出几组这种很漂亮的叶子出来就可以。好，我们这边2组，来这边我们画成不一样的颜色，画成这种嫩叶子的颜色。嫩叶子是三绿藤黄朱标胭脂。好，这一组我们小组合，也是一样，一片叶子也是一样，中间一片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片小。好，这里画一个侧面的，这是一个小组合。那这边还有一组叶子啊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一组叶子，我们要画多一点，让它有3个叉。那这一组叶子，稍微的颜色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渐变，有一点点变化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一组，还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个是这一组已经看不到了。好，这一组我们就场出来了，让它有一个遮挡的这种关系，那这一组颜色上会有变化，勾下这个用胭脂来勾叶筋哈，这一组嫩叶我们就用胭脂来勾，不用勾太多，随意的勾2下就可以了。然后用这个胭脂。好，还是一样的，这个叶子下面我们画一些这个小嫩芽，画一下这个小嫩芽。嫩枝干和老枝干衔接的地方画一下这个嫩芽，大家可以仔细观察这个小嫩芽，这个叶子老枝干、嫩枝干衔接的地方都会有一些这个小嫩芽。然后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可以再画一些嫩芽，画一些这个小嫩芽来衬托。我们今天这里就专门讲这个叶子，还有这个叶子和嫩枝干、叶子组合和嫩枝干，还有老枝干衔接的这种组合，还有这个嫩芽，我们来。伸出去，这个嫩芽它有一点点开，
这个嫩芽刚开始长了一些叶子出来，一些小叶子啊，刚开始长的这个叶子都是比较小。刚开始长的这个叶子它是很小的。这里是有一组嫩芽，这里也有一些芽。当然，每一个这种嫩芽我们都要有这个大小的区别，不要画成一样大，要有变化，要有大小。好，这一组就这样子完成。这一组完成了，我们可以画下面一组。给大家画老枝干了吧？要看老枝干吗？要看老枝干吗？我们先来画一下这个老枝干哈。那我来拿一张纸来画这个老枝干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老枝干。我们教大家画一笔墨下去的老枝干。那你们先把这一支画这个叶子的这支笔把它洗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不要水分刮得太干了，就可以了。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然后我们去蘸这个浓墨，一笔墨画的这个枝干啊，来蘸这个浓墨，这样子蘸一下就可以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怎么蘸了吗？蘸一下就可以了。一笔墨啊，我们画一笔墨，来从这里开始，蹬笔，走，再蹬一下，再走，来。这个是一笔下去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还不够浓哈，然后墨要更多一点。这个一笔下去，这里就很浓。如果你墨蘸的多一点，这里就很浓。那一笔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在颜色上，这里是不是有浓的？这些地方是不是比较淡一点？淡的。来，这里是不是枯笔？是不是枯的？浓淡枯。然后这一块是不是它是曲的？然后这一块它是不是直的？我们就要画这5个要素就可以。你一笔下去画出这5要素就可以，有浓淡枯曲直。画出这5要素，你这个枝干就是成立的。好，你画完之后，你还可以去整理一下啊。你看这个枝干，因为牡丹花的枝干它没有说长得那么光滑，你可以去整理一下啊。它会长一些这种不光滑的、不规则的这些东西。去整理一下，这个枝干就成立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一根枝干一笔墨，我现在是教大家一笔墨的一根枝干，待会儿会告诉大家的这个枝干的扦插。来，笔先洗一下啊，洗一下，笔洗了之后蘸墨，是不是直接这么去蘸？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子蘸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再来画一条。我现在不用画扦插，就是先告诉大家一笔墨画这个枝干。看到蘸墨没有？看到怎么蘸墨没有？看到怎么蘸墨了吗？来，你也可以从下往上画啊，从上往下啊，这样子也是一笔墨下去。你看这一笔墨下去，这里是不是浓的？浓，这是越来越淡了，颜色越来越淡了，淡。这是不是枯笔？枯。你看这里这些地方是不是曲的？这个是不是直的？那一笔下去要有这种浓淡枯的变化，一笔下去之后，你再去整理它，需要整理的地方你再去把它整理一下，那么它这个枝干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把这里稍微的处理一下，
当然，你处理的时候，这个笔上要干一点。我现在这个笔还挺湿的，太湿了一点点。那这样子处理一下，这个枝干是不是就出来了？一笔下去有这种浓淡枯的这种变化。这个枯笔怎么出来？枯笔就是这样快速出来，你走得快，这样子走得快，它就出来枯笔了。然后这个取的地方呢，取的地方就是用蹬笔，拿笔要蹬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蹬。但在你蹬笔的时候，同时你的笔要移动，让它像这样走，不要直着蹬啊，直着蹬没用的，要边蹬边走，边蹬边走，朝各种方向去走，这样子来，看到没有？蹬笔要有蹬笔，还要有走快的笔。你的蹬笔就是画这个曲的地方，你走得快的时候就画这种直的地方，同时它也是枯笔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个组合，画这个枝干的组合啊。来，还是一样，我们把这个笔洗一下啊，洗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不要刮太干啊，刮太干你等下就走不动了。来，我们刚刚洗了笔是吧？洗了笔之后蘸一下墨，就这样蘸一下就可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是没有调的啊，因为里面有水，它这个墨它自然会走上来，它自己会往上走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来画啊。我们画这个枝干，我们刚刚是教大家一笔墨，那我们真正画这个枝干穿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画一些细节上的东西，可以有一些这种断掉的这个枝干，这里画一个枝干，然后再从这里走一笔墨，好，蹬走，然后再顿一下，再走。你看这样子走过来，这个是一个枝干啊，不要走太，这个水分有点大，我的笔上水分有点大，水分大了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画完之后，我们这个枝干还要去整理。那这个是一个枝干哈，这个是一个主的枝干。那我们通常画一组枝干的时候，要有主、有次、有穿插。那我们再在哪里画一个次的一个枝干呢？来考虑一下，你想一下，你从哪里？从这边画，这边画都可以，还是一样。我们的笔沾一点水，然后沾一点墨，然后这一个枝干，我们看一下从哪里来。来，我们从这里出一个枝。从这里出一个，然后这边出一个叉，长出去。那这边是不是还是没有穿插的呀？没有穿插的，那我们要有一个穿插的，看一下从哪里穿插过来。如果我们这里再长一个的话，它就3个，就不好看。那我们从这里来穿插，从这里来出枝，来从这里穿插过来。那我们画这个枝干就是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一个两个，然后不断的这些有不断的去穿插，不断的有这个枝干去穿插，不断的有这个3线穿插。你看这里也有个3线穿插，这样子再穿过来，然后这里这些地方又可以穿，又可以再穿，这里往上长还可以往上长，继续穿插。来蘸一点水，蘸一点墨。这个枝干刚开始画出来之后，最后我们还要去调整。像这些空的话，你看一下这些空，如果说留的不好看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加一些这个小的小枝干啊，从这些地方长出一些小枝干来破一下这些空。好，这边都往这里。那这里又来穿插，
看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就会出现很多这个枝干。那么这一组已经有很多了，已经很多，那我们可以在旁边再来一支。这个就是跳出来的一支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跳出来的一支，让它有一个有一个多的和一个少的这种对比关系。然后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笔上蘸一点这个浓墨去调整这个枝干，因为这个牡丹花的这个枝干它不可能长得这么光滑，所以我们要去调整它，加一些这种细节上的东西上去。加一些这种抬点什么的，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要进行调整。来把它进行调整一下，这些小的我们可以不用调整，但是这些大的我们都要把它调整一下。好，这样子的一组牡丹枝干就出来了，这就是一组牡丹枝干。也就是说，牡丹枝干的话，它就是要画的时候要有这种穿插，有主有次，要有穿插，而且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组合的这种对比，这边多让这边少。那我们画了这么多这个老枝干，我们把它们的这个嫩枝干，把这个上面来画一些这种嫩枝干，画一些嫩枝干上去啊。看一下哪里画上去比较好。嫩枝干嫩芽，正好嫩枝干嫩芽就在这个老枝干上去教大家画就刚好了。像有一些空的话，你感觉有一些空的话，一样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些这种结，这种小的细节，这种结呀，这种点呢，这种抬点呢，去破一下它。好，我们来画上这个嫩枝干。嫩芽、嫩叶，咱们今天给大家画这个组合。来，这里我们画一条这个嫩枝干上去。来，这里画了一个嫩枝干，嫩枝干它是比较直的。那嫩枝干我们要画一组这个叶柄，拿这个叶柄，好，三叉。这里来一组，这里来一组，那这边一边一组不好看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组，这边一组，这边两组，然后我们下面嫩枝干和老枝干衔接的地方还是一样，要画出一些这种小嫩芽。好，这里一个嫩枝干，那我们看一下在哪里，我们再来画一个嫩枝干。这个你看这里我们刚好加了一个加了一个小的这个细节出来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后面伸出来一支啊，从后面伸出来一支。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要发现问题啊。你看这个长短的距离要跟这个要不一样，这个要再短一点就更好。那这个这么短的一个，我们可以画一个很长的一个这个嫩枝干。那从后面穿插过来的这个嫩枝干让它很长，然后这个也是要有一些这种小嫩芽，让这里长叶子。好，这边3个叉，这边一组，那这边再来一组，让它往下，让它有一些朝上，有一些朝下，不要让这些叶柄出来是穿插的，是这个平行的。这边2组，这边1组，我们要分出来啊。
然后我们看一下哪里再来画一组这个嫩枝干。这个今天是给大家讲这个牡丹的枝干、嫩枝干、老枝干和还有这个嫩芽的这个组合，就是这个基础知识，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大家都要去掌握的东西。好，这里这个枝干上也可以来一个。我们这个嫩枝干我们要画成一样大啊，不要有大一下大一下小，最好是一笔下去，平均。好，画一个嫩芽，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嫩芽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来一组，这里再上去一组。看一下在哪里再画一组这个嫩枝干。即使我们在示范，我们也要符合这个画里，就不能说我们就给示范，我就每个地方都画上去，你们就看花眼了，不好看。每个地方画上去就不好看了。你看我们这里画了4个了，已经画了这么多。我们这边来画一只，这边画一只这个嫩枝干。还是一样画些小嫩芽。来，这个枝干，这个叶子我们可以往下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它又有一个对比了，这里多，这里少，这种对比。这里很密，这里很疏。即使我们在示范，给大家示范，也要注意这些关系。然后我们画一下这个嫩芽，画一下这上面的这些嫩芽。你看这些嫩芽，正常嫩芽最小的嫩芽，我们就这样去点。就加这个藤黄，然后加点胭脂，这样去点一下就是一个小嫩芽，点一下就是一个小嫩芽。嫩芽慢慢的从小长到大，那这个是最小的，那么再长大一点它是怎样的呢？再长大一点，我们可以长一点，稍微大一点点的小嫩芽。那么它的嫩芽还可以再长大一点，那出来几片叶子了，出了几片叶子。那这个嫩芽又稍微的大一点了，是吧？嫩芽又开始稍微大一点，从小到大慢慢长。然后这些枝干也都是，其实刚开始长的时候，这些枝干也是嫩芽。也是从嫩芽，这些枝干都是嫩芽慢慢长大长出来，然后这里才开花。每一个花苞都是从嫩芽开始长大的。好，这些加一些小嫩芽，每一个嫩芽我们都要有一些变化，尽量不要让每一个嫩芽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像这些地方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芽，这些它的这个老枝干的这个根部，它有的时候也会冒一点芽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点一下这个芽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老枝干还有嫩枝干、嫩芽的这个组合。